不再遮遮掩掩。中国播放航母杀手导弹，向美国发出了警告。拜登的脑子该清醒清醒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最近一段时间，央视的一部新纪录片展示了解放军多种射程、多个型号的东风导弹的画面，从而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这部大型电视纪录片名为《锻造雄狮向复兴》，一共8集，分别为擘画、铸魂、重塑、圣战、利剑、强击、同心、和平。纪录片公开了解放军东风15短程弹道导弹、东风16中程弹道导弹、东风21D 反舰弹道导弹、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等等，还展示了至少10几枚带有发射筒的东风26B 弹道导弹。其中的东风21D 和东风26B 被认为都是可以在远洋猎杀航空母舰的杀手锏。据南华早报报道，央视播放了战略核武器和反舰航母杀手的节目，以纪念国庆节。此举被视为对美国的警告。一般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部队的战略武器在国庆阅兵式上展示，10年或5年才组织一次这样的大型活动。此类视频片段未来可能会成为解放军向美国同行展示其实力的另一种选择。比较巧合的是，这几天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的继任候选人扬言要使用核力量来对付中国，阻止中国可能完成的统一大业。据外媒报道，2020年8月，解放军的火箭军在南中国海发射了2枚航母杀手导弹，击中了一艘移动中的船只。就在1天前，中国发布消息称，一架美国的U-2间谍飞机在中国海军在该国北部海区进行实弹演习时，未经许可进入了禁飞区。那么这次实弹演习后来被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斯所证实，他确认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足以猎杀美军的大型水面舰艇。这等于宣告美军的舰队在中国近海的末日。东风21反舰弹道导弹的射程大约为1800公里，而东风21D 的射程更远。不仅射程远，它还可以携带多枚弹头。要注意，中国列装的导弹都是大批量生产的，成舰制列装的，这与俄罗斯军队极少量装备先进武器的情况完全不同。央视播出的电视画面显示，24枚东风26B 导弹和发射器集体亮相，显然他们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而美国航母总共只有11艘，能派到亚太地区的航母更是少之又少。现在就算没有空窗期，也就只能派出1艘到3艘。当台海局势出现紧张之时，美国海军能够派出2艘航空母舰跑到西太平洋地区活动就算不错了。而如果一旦双方发生武装冲突，解放军为美国人准备的可是导弹雨，对美国航母而言，这可是不给其活路的架势。央视播放的《锻造英雄与复兴》的视频中，也展示了东风15和东风16短程弹道导弹。这些导弹也曾经在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之后进行过实弹射击，他们穿越台北上空，精确地命中了台湾岛东部海域的目标。相比于美军而言，解放军在常规作战力量方面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火箭军的各类弹道导弹。美国在过去几十年受中导条约的限制，没有列装陆基中程弹道导弹。现在虽然可以发展这类武器了，但是仍然没有成熟的产品，重新进行研制、生产和列装，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周期呢也会拖得很长。如果美军未来胆敢干涉台海事务，那么这些中国的弹道导弹将直接打残美军在第1岛链和第2岛链上的军事基地。
并且阻止美军的航母进入解放台湾岛的作战范围。另外，在高超音速导弹时代，中国还有让美国无法拦截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这些武器才是美军焦虑的源泉，而且以后只会让他们越来越焦虑。拜登先后说了4次要武力干涉台海事务，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武力，他的脑子也该清醒清醒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